做跨境，国内供应商只有一张对应6个商品的集合图，但 Shopify 独立站上架需要6张单独白底图。这条工作流直接帮你从这张图拆成6张可上架的单独白底图。这种图很常见，供应商拍完一张全家福图片就直接上架1688这样的 B 端供货平台。做套装、组合装、多 SKU 的独立站卖家拿着这种图根本无法直接上架，需要手动一个个裁切补白底，一套商品图少说也要花半个小时去整理。而且最麻烦的并不是完整商品切图，而是这些商品在原图中互相遮挡，硬切出来的每张图商品都是不完整的，或者展示非常不清晰的。市面上有很多 AI 自媒体在讲 AI 出图工具或者 AI 模型的时候，随便扔进去一张图就能直接产出符合规范的多张商品图和详情图，好像魔法一样。我自己利用公认最强的2个图像模型 Nano Banana 和 Image 2.0 测试了多个版本，结论是 AI 能做到，但并不是对所有的商品都适用。商品材质越复杂，细节越多， AI 改掉的风险就越高，比如产品细节被篡改，花纹被磨平， logo 改了，比例变了，这些问题我都碰到过。所以这个工作流的核心不是单一 AI 一键生成，而是在 AI 能做到的范围内，结合人类的判断和指挥，用最快的方式帮忙准确保图。我的处理顺序大致如下：先让 GPT 理解商品图片，帮忙写提示词，然后再生图，最后切成一套可用的系列图片。我展示的案例是一套户外咖啡6件套，手提包、零钱包、磨豆器、水杯、密封罐和手冲壶。一开始让 GPT 写提示词的时候要指定细节，比如总共有几件商品，各自材质是什么，吊牌文案是否需要保留，排成几行几列网格的白底图，遮挡情况如何处理等等。这些约束先提前讲清楚，生出来的系列图片会稳很多。提示词写好之后，把原图和提示词一起丢进 AI 对话框。这里有一个小 tips， 根据我实测的 Gemini 和 GPT 的多个版本， GPT Image 2.0 对比 Nano Banana 2，商品细节还原程度和指令理解程度相对都更加稳定，但2个模型始终都有跑偏的情况。以 GPT 为例，你可以直接选定有问题的区域，追加修改指令，大的结构问题基本都能修回来，但非常细的纹路或者商品细节，有时候修个几轮还是不是很准的话，这边就需要人工后期介入了。当 AI 生出一张基本合格的系列白底图之后，你就可以进入第3步了。第3步就是用 AI 写了一个 Python 的小脚本，拿到系列白底图之后，机器自动识别每个商品所在区域，切图，然后生成固定尺寸的白底图。如果原始系列图中还有说明文案，比如商品下方有商品的尺寸或者是材质标注，脚本会把文案一并带进切出来的白底图。如果上面解释的这是一条半自动化流程，为了出图效果能够快速达到最终上架标准，这个流程并不适合用 AI 或者脚本来全自动完成，部分关键的节点和细节修改需要人工介入。使用这个工作流的时候有3点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一， AI 生图对细节的控制始终是有上限的。如果你的商品比较复杂，比如说它有复杂的花纹，有强的反射光面，或者是有特殊的 icon 是这个商品比较特别的卖点，那 AI 会改掉的风险就比较高，所以出图之前需要仔细核对每一张图片，或者是说人工加入后期校验修正。第二，这条流程更适合先上架验证，而不是直接拿去投放。对于小微商家来说，前期先用 AI 图片验证，快速跑通，等商品有量了之后再去做拍摄和精修，这个顺序比一开始就追求100分的照片更节省时间和成本。第三，如果全家福图片内的商品本来就分得很开，并没有互相遮挡，完全可以直接跳过生图步骤，直接用脚本抠白底和切原图，这样反而更快，商品的控制还原度也更精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树婷，一个产品设计师出身的 Builder， 目前在用自动化流程帮小微出海卖家处理商品图片上架这件事。如果你手里也有这样的堆叠图需要处理，可以发给我一张，24小时之内会给你结果。你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现在上线最卡的是哪个环节。